10月17号到18号，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本届高峰论坛的主题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一带一路”框架下最高规格的国际活动，是由中国首创、中国主办的高层级、大规模的多边外交活动，也是各方共商共建“一带一路”共享互利合作成果的重要国际性合作平台。此次论坛有哪些看点？又将给“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带来怎样的发展机遇呢？深圳广电集团推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特别策划“丝路奔腾”，聚焦深圳企业出海发展，并与当地社会共生共荣的故事。作为“一带一路”交汇点重要枢纽城市，深圳在坚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方面，又有着怎样的宝贵示范经验呢？一起来洞察关键。10年栉风沐雨，10年春华秋实。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让我们谨记人民期盼，勇扛历史重担，把准时代脉搏，继往开来，勇毅前行，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迎接共建“一带一路”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新发展，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建设一个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月18号，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在演讲中，习近平提到了过去10年“一带一路”倡议所取得的成就，并提出将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现世界各国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现代化。习近平在讲话中宣布了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8项行动，包括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开展务实合作，促进绿色发展，推动科技创新，支持民间交往，建设廉洁之路，以及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其中，习近平提到，中方将创建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同更多国家商签自由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中方将每年举办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开展务实合作方面，中方将统筹推进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各设立3500亿元人民币融资窗口。丝路基金新增资金800亿元人民币，以市场化、商业化方式支持共建“一带一路”项目。本届高峰论坛期间举行的企业家大会达成了972亿美元的项目合作协议。首先呢，我们会注意到8项行动对于未来“一带一路”的机制化的建设进行了明确的设置。中国提出将继续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而且要设立高峰论坛秘书处。机制化的建设意味着“一带一路”合作未来有更坚实的支撑。那同样，习主席强调，以后每年举办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以及要举办首届“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这2个平台的建立，意味着中国关注数字经济的发展，希望通过科技合作来进一步的推动全球在创新方面的进一步的进步。作为关键时刻的重要论坛，世界多国对本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期待和热情空前高涨。本次高峰论坛接待了来自世界14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从10月15号开始，来华参加高峰论坛的多国领导人陆续抵京。说到“一带一路”合作，那么我们会看到中国式现代化受到国际社会关注，而中国一再强调的是，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
垄断独享的特权。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更多的国家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能够走上现代化发展的道路，突破当前发展的瓶颈。所以呢，一带一路倡议是实现世界各国现代化的重要的支撑。而另外呢，涉及到当今世界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合作来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畅通。所以呢，通过中国方面在发展理念、合作理念方面的这种引领作用，希望在国际上形成更广泛的共识，同时也是对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当中的一些逆流在进行应对和回击。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之际，本次高峰论坛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海外媒体连日来纷纷发文点赞，称“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具有里程碑意义，将继续为全球合作做出贡献。欧洲现代外交杂志网站日前刊发文章表示，过去1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打破地理障碍，促进经济增长，已成为国际合作的灯塔。在世界面临地缘政治紧张和经济不确定性等挑战之际，屹立不倒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证明了国际合作的力量。巴基斯坦观察家报报道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开辟了一条以人为本的道路，旨在实现现代化、高质量工业化和数字化的预期目标。这已成为该倡议的最大成就，确保了真正形成一个值得赞赏的全球命运共同体。津巴布韦先驱报网站也在近日刊登文章说，中国发起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因为推动基础设施现代化，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技术而广受赞誉，现已发展成为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贸易和发展支柱。“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呢，是在2013年提出来，到今年整整10年。那么在这样一个10年的节点上，也就是通过这样“一带一路”国家的这样一个论坛，表明了中国的话呢，对于改革开放这种程度是不仅要保持，而且还要继续向前，也对于曾经受惠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和地区给予了很大的一个信心，证明的话呢，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也在这样一个世界经济普遍低迷，还有局部的这样的一种冲突在不停的发生的时候，中国曾有这么一片地方，就像一片绿洲，给了世界人民以希望，也等于说给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个信息的提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数据证明了成果。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年8月发布的数据显示，10年来，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3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欧班列已铺化运行线路84条，通达欧洲25个国家的211个城市。西部陆海星通道铁海联运班列货物流向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的300多个港口。2013年到2022年，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额、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分别年均增长8.6%和5.8%，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70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共建国家建设的经贸合作区，已为当地创造了42.1万个就业岗位。预计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一带一路”倡议呢，它是一个国家行为，它背后呢是国家信用的背书，也相当于是中国对全世界的一个庄严承诺，代表着中国政府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上以后，对于相关“一带一路”的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承诺的践行。所以总体上来说，“一带一路”的10年是国际形势最复杂的10年，也是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对于推动世界的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和文化和民心的交流的互通，是做出最大贡献的10年。这10年来，“一带一路”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起着一个巨大的提升作用和压舱石的作用。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的基石，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各国充分发挥资源禀赋，实现联动发展。
深圳广电集团国际传播中心推出的丝路奔腾，通过实地调研、纪实拍摄等呈现方式，展现了中国基建在国际舞台上的技术优势、成本优势和产业链优势。此外，通过对当地专家、民众采访，让观众真切感受到了中国建筑企业为当地生态环境、经济发展贡献了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的中国方案。你看到那边没有？那个最高的那个标志建筑，它是整个新首都城最高的一个建筑，也是由我们中国人承建。整个我们这个项目，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连接老开罗，从阿勒曼苏尔到新首都。埃及他们的战略发展方向，它就是要把老城区，因为老城区太拥挤了，往新首都城扩展一片很大的一个商业政治文化中心。由中国企业承建的斋月10日城轻轨，是埃及第一条电气化轨道线路。晚上，这里要进行一场重要的热滑试验。热滑试验指的是新建线路的列车带电运行，以此检测各项设备系统的安全。埃及小伙谢诺是负责试验的司机。2018年，他曾在中国南京学习铁路知识。就是你们那边有没有就是一个整体的，比方说道车路上？谢诺请教的对象叫曾威，来自深圳地铁，是试验的总调度。目前，他的团队负责为整个轻轨项目提供为期2年的运营监管支持。1987年，埃及开通了非洲的第1条地铁线路。整整17年后，深圳才开通了自己的首条地铁。给老师傅当运营监管，中方团队压力不小。人家一个运营几十年的地铁的一个国家，他们首先就会有他们自己根深蒂固的一种理念。当时我们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一开始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冲击。既然是监管，要让人信服，必须靠专业说话。同时调度多列车需要经验和专业，而这正是中方团队的长项。以深圳5号线为例，高峰期最大上线运行车数有60列，全日开行列车更是高达691列。深圳的经验在埃及有了用武之地。后来当时我也看了他们整个过程，我就做出了调整，控制这个行车的那个间隔，根据他们那个列车的进度，然后该扣车的扣车，就把这个事情就完美的任务就完成。When they communicate with him and see how much he is very professional, they also respect him. Work in railway changed my life. ومصر مرحبة بيهم طالما بيعملوا الأعمال الصحيحة والسليمة والاقتصاد الصيني يعني له عامل كبير جدا في الاقتصاد المصري وأنا فخور بيه وفخور بكم كلكم。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一句话：要想富，先修路；要开放，修机场。所以中国人的话呢，就是从这2句话中，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很重要的这样的一种经验。而当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后，以五通的这样一个理念，中国是最真诚的，把我们自己发展的这样一种经验、成功的道路，无私的奉献给世界。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0月17号到18号在北京举行。这次论坛的主题呢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刘先生，我们看到，在当前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深刻演变的这种背景之下，我们这次呢高峰论坛设定这样的一个主题，有着怎样重大的国际意义？
那么这次开这个论坛啊，高峰论坛，大体上要体现出这样一种继往开来，这个既要总结过去，要展望未来的这么一个含义吧。当然，更重要呢，就是说这10年扎扎实实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完全是可以自豪的讲，10年前我们提出的时候，世界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10年之后了，由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在应对着世界的变局当中，它可以说是一花独秀。根据我们自身统计啊，就是中国在沿着“一带一路”所开展的经贸合作所取得成果，这些数据摆出来，它都是非常亮眼的，都是相对于其他传统的过去的那种贸易格局所出现的情况，是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陶女士，实际上我们也通过这一次高峰论坛的举办，也是向世界传递一个坚定的声音，就是我们的对外开放是永不停息，而且是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不是这样？我们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它还说明这样的几个问题：“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有很多国家处在工业化初期，经过10年的“一带一路”的共建，本国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和水平的时候，我们才能把高质量发展这个概念提出来。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意味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将成为未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在“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之际，深圳广电集团推出特别策划“丝路奔腾”，用影像关照个体企业与国家3者融合景观，以深圳企业海外发展的小切口，展现“一带一路”倡议10年的勃勃生机。刘老师看了这5集的纪录片之后有什么感受？深圳电视台做的这个节目啊，给我印象很深啊。我看这片子的时候，我有这么几个感受，就是“一带一路”在深圳这一块的这个落实啊，它是要发挥深圳的优势。首先是这个区位优势，它正好是在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个连接带，所以它利用它这个区位优势，就能更多的参与到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这一块。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人才优势。深圳这地方集聚了一大批这个科研，还有尤其是这个懂市场经济的人才，所以它利用这一点发展是非常有利的。第三个呢，就是它的技术优势，因为深圳也是我们国家的创新高地啊，然后它有很多高新技术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密集在这儿。那么第4呢，深圳还有制度优势，就是它的这个已经建立了很多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这样的一些制度，它对这些世界的那些市场经济的规则，它实际上是非常顺利的。紧扣国家重大战略，聚焦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伟大实践。深圳广电国际传播中心推出5集纪录片《丝路奔腾》，立足深圳企业在“一带一路”共赢发展的实践案例，以系列纪录片、中外媒体联合采访、短视频、高端访谈等呈现形式，展现“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丰硕成果。团队先后深入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泰国、斯里兰卡、埃及、加纳、乌干达、西班牙、法国、巴西等10余国进行拍摄。丝路奔腾讲述了怎样的深圳故事？深圳经验又为何受到“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追捧呢？一起来洞察关键。如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当下是梳理和总结10年发展经验的关键。也是纪录片《丝路奔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丝路奔腾》用小切口、大时代的创作思路，展现10年来深圳企业走出去的强大韧劲，挖掘背后深藏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深商经验，以此探讨适应当下国际环境的开放合作新模式。这超越人像模式，可能前期的这个人像清晰度一定要保证。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形成前面跟后面的对比。这款手机品牌来自深圳，但并不为中国人所熟知。2022年，以1.56亿部手机的整体出货量，稳居全球手机市场前3名。在有14亿人口的非洲，智能机市场占有率超过40%。俘获人心的法宝是手机中的深肤色影像技术，它为非洲市场度身定制。
2017年，团队瞄准人口数量达到1.7亿人的孟加拉国，正式进入这一新兴市场。为了满足该地区用户对拍照效果的需求，周凡一和团队开启了新一轮的重点研发。Okay, could you give me the reasons why they prefer the upside right one and the low side left one? In the first picture, the left one, it seems so much makeup and artificial AI transformation in that image. We don't like that, and customer also don't like that. 孟加拉国家的这样子的用户，他对于美的认知也是不一样，他对于一张好的照片的认知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已经就是很明确的要长时间去耕耘这个市场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持续性，你能持续的去深挖，持续的去做技术的迭代更新，然后持续去产品的这个迭代。孟加拉国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交汇处。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南亚乃至全球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国家之一。连续10多年 GDP 平均增速保持在6%以上，但在这里仍有相当数量的用户还在使用功能机，智能手机领域是一片蓝海。对此，团队拿出了非洲经验。我们比较注重本地消费者的这种需求的挖掘。打个比方来说，我们都知道本地消费者他们吃饭都是用手的，对吧？所以往往我们会针对性的开发类似这种 anti-oil 这样的防油功能。孟加拉人一直有用右手吃手抓饭的传统，这容易让手变得油腻腻。大部分消费者又习惯用右手接电话，当有来电，他们会下意识地紧张擦手，但手擦干净了，电话很可能就错过了。为此，研发团队设计了以手势来控制接听挂断的功能，但具体用怎样的手势，团队专门进行了课题研究。我看大家也收集了很多的一些手势就是大家看一下这些手势，我们看一下有不同的什么的价值和意义。这个就是接听的手势，然后这个就是挂断的手势。相比深肤色影像技术需要大量的人像采集和验证，手势接听功能本身并没有那么高的技术门槛，但却体现了中国品牌对一个新兴市场的敏锐洞察和服务温度。从2015年在孟加拉国试水，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功能升级，2017年大规模进军市场，再到2018年开设第一个工厂。2020年，这个中国品牌已经在孟加拉国智能机市场占有率排名第1。同时，纪录片《丝路奔腾》还积极与在地国主流媒体建立联络。在合作的过程中，不少海外媒体同行对中国企业将中国技术、中国经验、中国理念带向海外，与当地形成良性互动，印象深刻。比如说，在西非，加纳24小时电视新闻频道 Joy News 与深圳卫视一道探访了中国在非洲投资建设运营的第一个电厂深能安所固电厂。拍摄结束后，加纳24小时电视新闻频道 Joy News 的记者对深圳企业在解决当地电力短缺的同时，高标准践行环保的做法表达了由衷感谢，并认为该做法值得向来加纳投资的企业进行推广。除此之外，丝路奔腾还与乌干达国家电视台记者一同了解了深圳企业在姆巴莱的手机制造工厂落地投产情况。在泰国纳空纳玉府，与泰国头条新闻联合采访了深圳无人机企业在当地教授农户使用农用无人机的故事。国际传播或者讲好中国故事，就要创新内容、创新渠道、创新方式。我们“一带一路”倡议，记者去采访，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心相通、民心相通的这样一种渠道。所以，我们的记者或者说我们所有的游客、我们的商人来到海外，每一个人都发挥着文化使者的角色。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迎来10周年，一些西方杂音噪声再起，将所谓债务陷阱、环境影响等说辞强加其上，进而抹黑中国。以事实回击不实言论，纪录片《丝路奔腾》直面质疑，带着问题上路，以深圳企业海外实践案例为据，破除误解。The Chinese investors are so trustworthy to do not put the cards under the table. They put their cards on the table. And this is what
Uganda needs. This is what Africa needs. 丝路奔腾展现了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深圳企业走出去背后深藏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深商经验，以此来探讨适应当下国际环境的开放合作新模式。那这样的一个形式啊，给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些合作伙伴带来什么样的借鉴意义？首先呢，就是我们是真心相待，我们的用意是善良、是真诚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采取对方能接受的方式来开展合作。那么基于这些国家不同的类型，我们确定我们的不同的合作的方式和重点。比如说咱们那个丝路奔腾里边讲到开发这个英国啊，还有这个西班牙的。还有德国的例子，我觉得很好了，那就是针对说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和发达国家的对产品的这个认知，来开发这种让对方能够信服的产品。第三呢，就是要有一个双方的这个合作的点，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在当初提“一带一路”时候是对接的对方的这个战略。第四呢，就是说采取国际公认的合作的方式，规避一些风险。这个要把这个事情做得透明，按照国际惯例来做这件事情，这样呢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们知道，深系蓝莓项目集群被写入到《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当中。陶女士提到这个深系蓝莓，您的感情就更深了啊！我知道您深入的参与到了这个项目当中，而且呢是多次的到湄公河国家去亲自的考察调研，有什么样的故事跟我们分享？我和我的团队呢，承接了深系蓝莓下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叫做“中国道路走出去”深圳经济特区经验分享。我们承担了这样一个特殊的项目，我曾3次到柬埔寨、老挝、泰国等这种湄公河这样的国家。我记得应该是17年到柬埔寨的时候，我们为茶交省的学生，中小学生呢，在为他们捐电脑，捐了250台电脑。那些孩子知道我们是来自于中国，为他们送电脑的时候呢，他们是非常感动，感受到这种在“一带一路”倡议这个实施过程当中，这种民心相通、文化相通在中间所起的作用，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整个深系蓝莓项目，我们在为湄公河这个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在介绍深圳经济特区成功经验的时候，我们都在着重介绍一个深圳最突出的东西，就是敢闯敢干。敢为天下先，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当中，它先做了哪些制度创新，冲破了哪些传统制度的束缚，走向市场经济道路。我们之前也探讨了这个“一带一路”5通当中，最终的落脚点就是人心相通。我们5期纪录片最后一集也是交心作为主题啊，那你觉得这10年来我们在人心相通这一方面取得了怎样的收获？我们在走出去，在“一带一路”国家，我们会面临的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信仰。当我们走进一个国家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尊重这个国家的文化、信仰，甚至他们的价值认同，我们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认同。所以呢，我想这10年的过程是我们走出去学习的过程，也是让世界了解崛起的中国的过程。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书》介绍，中国目前已与31个共建国家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与32个共建国家共同建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随着绿色“一带一路”成为共建国家乃至全球各国的共识，我国在世界能源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当中的作用更加凸显。中国智慧、中国技术、中国方案逐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和成果。深圳广电集团系列纪录片《丝路奔腾》跟随深圳企业的脚步，来到北美、西非和东南亚国家，看中国绿色使者如何推动当地绿色经济探索试验，不断前行，让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Technologies where China now is the world leader.
So Belt and Road is a fantastic opportunity to bring technology and best practice for China in the greening of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在稳步推进国内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中国积极探索将自身绿色发展的理念和经验成果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中。2016年6月22号，在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习近平主席发表题为“携手共创丝绸之路新辉煌”的重要演讲时强调，要着力深化环保合作，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2019年4月26号，习近平主席在第2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明确提出，要把绿色作为底色，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为推动绿色发展，中国不断加强绿色“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先后发布“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工作指引、对外投资合作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指南、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等文件，对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作出相关部署。越来越多的深圳企业正在逐绿前行。深圳广电集团系列纪录片《丝路奔腾》走进南美、西非、东南亚，讲述深圳企业与当地技术人员共同开展能源合作的故事。新坦基，巴西东北部小城，人口不足2万，许多巴西人都没有听过它的名字。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路其实是刚修没多久的，以前的话都比较破旧了。但是呢，现在呢，随着这边的项目越来越多，所以呢，他们把这条路呢重新修整了。所以现在这个黎明柱是中国清洁能源企业派驻巴西的工程运营管理负责人，他正赶往公司在新坦基最新投运的风电场，那里正在进行风机运行500小时后的第一次检修。这次检修关系着新电厂此后的发电效率。距离地面120米高的风机机舱外，此时的风速是每秒8米。巴西小伙尤里要抓紧风速较小的窗口期，尽快完成调试。一旦风速达到每秒10米，高空作业风险剧增，操作必须暂停。Hi Yuri, are you on the top? I'm already at the top, and we found that the alignment is not correct, so we're going to start. 现在尤里要确保风向标基座的北极指向标示线与风机叶轮的平面相互垂直。经过这番校对，风向标才能精确指导偏航系统自动迎风。Should see if the green laser is in the correct place. 风机叶片长76米，尤里操作的毫厘之间，风机的发电效率将大为不同。只有风机完全正面迎风，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风能，并将之转化为电能。Okay, confirm. 经黎明柱确认，风机检修完毕。未来这台风机将以1800万千瓦时的年发电量高效运转。相较于传统燃煤发电，这台风机能减少90%碳排放。在这里，同样的风机，中国团队竖起了40台，每年为新坦基及周边地区输送7.2亿千瓦时的电力，用绿色电能点亮巴西43万户家庭。Só a CGN, mas todas subsidiárias da CGN, como a Elecnor, né, as empresas que vieram a compor a gama da CGN, trouxe melhorias, principalmente nas condições de vida da população local.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需要建设者，也需要传道授业者，需要建工厂、立项目，也需要送技术、促就业。在绿色“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通过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分享绿色发展经验。截至今年2月，中国已为12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培训约3000人次的绿色人才，将绿色的种子留在当地。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多火山岛屿，
成矿热液从地心深处喷涌上来，造就了世界著名的环太平洋成矿域，其中就有新能源电池所需的金属镍。许鹏云今年38岁，是深圳一家新能源企业的技术研究人员。2019年，他所在的公司计划在印尼苏拉威西岛设置实验室，研究镍的冶炼新工艺。我19年3月份就来到这里，第一眼看到这里，非常的神奇，觉得这片美丽的土地，面朝着大海。当时我们就下定决心，我们觉得这片土地，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它，就是这个环境不容污染，不容再污染。在传统工艺中，镍的冶炼常常伴随着高污染。生产1吨镍合金排放出的二氧化碳高达60吨，在有色金属冶炼中，它的碳排放量第2高。然而，镍是生产新能源汽车的核心组件3元动力电池必不可少的原材料。在电池中，镍的含量越高，电池续航能力越强。许鹏云和团队研究的红土镍矿湿法冶炼工艺，是一种相较于传统活法冶炼能够节能减排65%的绿色工艺。全球可以实现这一工艺的企业不超过5家。这里呢有我们的很多的印尼员工，那么平时我们都是在一起工作。那么中间呢也有不少就是我们优秀的中南大学以格伦美还有印尼政府3方联合培养的这个留学生，那么他们非常优秀。2019年，由企业牵头，印尼政府、深圳企业、中国高校3方联合进行人才培养的机制建立后，许鹏云的工作重点还包括了在印尼培养绿色人才。Chinese expert here is very open-minded. We need to be more incorporated in, especially in the production. So I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the production here. 其实我们是毫无保留的交给他又把这个东西带给印尼的员工。如果能够印尼人能够全部承担这个管理的话，那我们很开心，很高兴。矿产资源终究是有限的。随着新能源行业的发展，可利用的红土镍矿品质将不断下降。许鹏云和团队需要针对未来必然出现的情况持续研究，在这过程中，一批批年轻研究员加入他们，并最终成为印尼发展绿色技术的中坚力量。I appreciate China's strategy. We can follow the Chinese way. 10年，3600多个日夜，一带一路倡议在合作中不断发展，各国人民也从交流交往走向交融交心。深圳也从向世界输出深圳产品，到向世界输出深圳经验。世界希望全面了解深圳这座年轻城市通过什么样的智慧方案，锻造了无数高速发展的奇迹。比如说，柬埔寨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国务秘书康富就希望通过自己的深圳行，获取更多发展的智慧。But always amazed, with the rapid pace of development here in Shenzhen. And I'm hoping that through our discussion this afternoon, we will be able to share your insight or views on how things are moving so quickly here. Everyone's dreams, to transform their own city into something like Shenzhen. 康富曾任柬埔寨战略研究所所长，并且在大学里担任教职。当前，柬埔寨正在推进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的建设，这也是一带一路上的标志性项目。深圳特区的发展经验无疑对西哈努克港至关重要。For example, Sihanouk Special Economic Zone will become the second Shenzhen in the future. Well, there's no doubt that Shenzhen is a miracle in terms of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 I learned from the presentation that among 4,300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cross the globe, Shenzhen is the most successful. So, of course, the ultimate purpose is to learn what are the factors that makes Shenzhen such a great success in developing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 So I hope that, since I'm now in town, it would be good, for me to come down here and to hear firsthand from the experts what are the things that they are doing, what are the considerations, what are the challenges they face, and what are the thinking they are putting into this development plan to make Shenzhen such a successful special economic zone and a model for many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o come down here to see and then learn how all of this are done. 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繁荣之路，也是绿色发展之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习近平主席多次为推进绿色丝绸之路贡献中国智慧。刘先生，我们怎么来理解一带一路的绿色之意呢？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的绿色发展方面呢，其实就一开始就跟国际接轨了，而且这也是体现了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因为我们做出了这个。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这样的目标，这10年当中，我关注到了“一带一路”的项目当中，我们要增加的扩大的开发的是新能源，是节能型的，是绿色能源的开发风能啊，光伏能啊这样的一些可再生的能源。这个绿色的理念确立起来以后呢，这是我们成功的一个关键，也是。本身我们为世界做出的一个突出的这个贡献。丝路奔腾第4集《逐绿》就讲述了以绿色为底色的深圳企业出海的故事。过去我们说深圳外贸出口的老3样啊，服装、家具、家电啊。那现在我们说到新3样，就是电动汽车，包括锂电池，还有这个太阳能设备啊，这个已经成为行销全球的新法宝了。陶女士，新3样的异军突起，您觉得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应该讲，首先意味着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制造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相当有实力的一种业态。那么这种业态，它意味着中国已经开始从最初的中国组装走向中国制造，意味着中国出口的产品已经不是那种单纯的靠劳动力要素低廉，从而商品价格低廉而获得顺差这样的方式获得外汇收入，而是意味着生产出的产品由于它具有高技术附加值，从而它能够占领国际市场，获得更多的外贸收益，这是一个质的飞跃。我觉得深圳这方面肯定是排头兵，是领先的了。他在做这个事情上呢，我觉得除了他要向国外、像“一带一路”这些沿线国家、贡献国家输出更多的绿色的产品、绿色的技术，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绿色的标准。因为有很多这种产品要达到一个高质量，其实跟它的这个标准是连在一起的。它标准更高了，它标准更绿色化了，这就是引领，是一个导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标准下面呢，大家就会去按一个新的去运作，然后各个国家的这个绿色发展的就会上一个台。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在过去的10年当中，深圳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一带一路”倡议即将跨入第2个10年，如何来展望未来10年深圳在“一带一路”发展当中的角色和作用呢？我希望并期待深圳能够在未来为世界创造更多的中国机会，为中国创造更多的世界机会。“一带一路”10年下来，硕果累累，这个前景广阔。这个深圳这一块呢，继续当好这个“一带一路”的排头兵，因为深圳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条件做这件事情。更重要的呢是，深圳已经站在了这个世界的整个发展的前列，下面就看深圳怎么样继续去引领整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潮流，用它的这个智慧和它的能力和条件去创造新的这“一带一路”的故事。